嘎，丁丁左嘎，丁丁左嘛。西藏的人呢，一般从小学1年级开始就有专门的藏文教材，藏族的孩子从小就开始接受了藏文教育。今天的视频来教大家说藏语。Hello， 那边看3个中文，亲爱的家人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藏族姑娘卓玛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今天这期视频呢，我想满足一下观众朋友的需求。从今天开始呢，我就化身一位老师，然后时不时的出几期视频，教大家几句藏语。很多人呢想学藏语，想到西藏来旅行，和本地的人交朋友。其实呢，本地的人都会说普通话，但是观众朋友们想跟本地的人更拉近距离，所以想学藏语。由于呢找不到老师，所以呢只能向我自己求学了。今天呢想给大家简单的教几句藏语。先呢从数字开始。我记得以前我们学习英语的时候也是先从数字开始。今天呢我想给大家教数字的1到10，教藏语说，教藏语写。现在呢，我给大家教一下怎么说。1是记，2是妮，3是松，4是习，5是6是除，7是鱼，8是也，9是无，10是就。那么你们会了吗？记、妮、松、习、除、鱼、也、无、就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Nice。现在呢，我把藏语的1到10的数字写下来，以后呢，大家不仅会说还会写。今天呢，给你们写一下藏文的1到10是怎么写的。我听人们说，牛羊乱山跑，我走在草原，花儿在微笑。其实藏文的数字呢就比较简单的，没有像藏文字那样那么复杂。我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非常的简单。这个呢是1，然后是2，然后是3，然后是4，然后是5，然后是6，然后是7，然后是8，然后是9，然后是10。记、妮、松、习、除、鱼、也、无、就。西藏的人呢，一般从小学1年级开始就有专门的藏文教材，藏族的孩子从小就开始接受了藏文教育。不过西藏也分为农村和城市，农村里都是本地的孩子，所以2个地方的学校也是有所不同。西藏一共有200多万人口，其中一部分是从外乡来的奋斗人，他们也把孩子带到西藏，然后在这个城市里读书上学。以西藏林芝市区为例，所有的学校都分为藏文班和汉文班，汉文班里都是外乡的学生，所以不用学习藏文，藏文班都是本地的学生，要同时学习语文和藏文。西藏的高考也是由藏文这一项的。藏文和语文同属一个分类，就是语文。不过只选择语文就没有藏文的考试内容。如果选择藏文，那么语文跟藏文分别是75分，总分即为150分。很多朋友都问卓玛，西藏的人都会说普通话吗？其实呢，并非是都会说普通话的。比如说我的妈妈、奶奶他们都是不会说的。但是从我们这一代都会说普通话的。并非像有些朋友所想的那样，西藏不重视普通话教育。现在的西藏所有地区均完善覆盖了普通话的教育，学校里的老师用普通话进行授课，语文教材和全国同学都是一样的。所以藏族人的大部分都会说普通话的，而且有些说的还是不标准的。藏族朋友之间相互会说藏语的，就像各地老乡之间说方言一样。所以大家到西藏来旅行，不用担心沟通方面的问题。欢迎大家到西藏来旅行。好了，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结束了，点个关注不迷路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藏语和日语听起来很像，也并不是胡说。
如果看藏语的电影，有人就会想到日本的电影，因为一部分语言念出来，两种语言确实很像。Hello， 连接公告3个中文，亲爱的家人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藏族姑娘周马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今天这期视频呢，继续就给大家教藏语。前面的视频呢，我给大家教了从1到10的藏语，现在呢，我继续再说一遍：1是记，2是妮，3是松，4是习，5是啊，6是除，7是鱼，8是给，9是古，10是就。今天呢，就给大家教了2句礼貌用语，一个是打扰了，一个是请问可以帮个忙吗？用藏语说就是打扰了，意思就是孙不随松，孙不随松，打扰了意思就是孙不随松。然后一起的话就是打扰了，请问可以帮个忙吗？孙不随松，若不是前的这康，打扰了可以帮个忙吗？孙不随松，若不是前的这康，孙不随松，若不是前的这康。然后第2句就是非常感谢，也就是谢谢的意思。谢谢呢，在藏语里面意思就是托吉切，谢谢托吉切，谢谢托吉切。昨天的视频呢，给大家教了从1到10的藏文的数字。很多观众呢，在我评论底下说，听起来像日语，感觉就在说日本话。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，我想给大家讲一下藏语跟日语的联系。藏族姑娘卓玛的家乡话跟日语又有什么样的联系呢？要讨论藏语和日语之间的关系，首先要知道全世界一共有多少种语言。根据德国出版的《语言学及语言交际工具问题手册》的资料，目前有5561种语言，但是根据科学家的预算，全球应该存在8000多种语言，因为一些语言随着历史的洪流已经消失在这个世界。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记载，我们国内一共有60多种语言，40种文字，其中就是包括藏语和藏文。语言文化丰富多彩，卓玛经过研究后也发现非常有趣。1746年出生的英国语言学家威兰琼斯精通28种语言，对于语言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也正是由于他提出了语系的说法，才让我们知道了藏语属于汉藏语系，而日语属于阿尔泰语系，所以藏语和日语并没有所谓的关系。也就是说，藏语跟日语并没有什么关系，只是听起来比较像。如果藏族的人学日语，应该是学得很快的。藏语和日语听起来很像，也并不是胡说，造成这样的感觉，正是因为藏语和日语词源上有一定的联系。因为古时候的日本很喜欢我国古代的汉语，借鉴了我们的文化，所以用日语说数字跟藏语说数字很像。所以西藏的人说的是藏语而不是日语，希望大家能了解。因为日语的数字是向汉语借词，除了听起来像日语，有些朋友给卓玛说听起来也像闽南语。藏语属于藏汉语系，这是学术界的共识，所以日语和藏语的唯一关系就这么简单。藏语系不仅仅包括我国，还有尼泊尔、泰国、巴基斯坦等国家，共有250种语言。在藏语系里又分为4种语族，藏语属于藏民族语，和四川彝族同属。好了，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结束了，点个关注不迷路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